蒋先生，你说你在案发当日之所以在凶案现场附近出现，是因为要去那儿的一个红酒酒窖拿走你的红酒，是吗？是，因为那个酒窖要扩充搬迁，所以我去那儿拿走我订的红酒。根据酒窖老板的口供，死者租了他部分地方，当天死者上去就是为了量尺寸，还有准备一些装修的事，所以你和死者同一时间出现在酒窖，纯属巧合。不错。控方证人关仁爱女士，也就是经常在凶案现场流连的露宿者，说看见你跟踪着死者，走到后来死者遇袭的地方，你怎么解释？我离开酒窖之后就去取车，那么巧，和死者走的是同一方向，他在前，我在后，可能因为这样让人误会我跟踪他。死者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你的袖口钮，你又怎么解释？后来死者发现我在他后面，他走过来求我帮他朋友打官司。我说不行，我很忙，我没有办法去帮他。他就拉着我的衣袖不放，可能因为这样，他扯掉了我的袖口钮。你撒谎！你刚才说，肃静。Sorry。之后呢？最后我拒绝了他，继续走去取车。那就是说，你最后见到死者的时候，他仍然是清醒的。当然。谢谢你，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根据证人丁家富的口供，死者死前曾经打过电话给他，说看到你从事一些不法的勾当，还用手提电话拍了下来。但事后，死者的手提电话却不见了。是不是你拿走了死者的手提电话，企图毁灭你从事不法勾当的证据？死者的手机为什么不见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也许这么巧，被人抢劫。这么巧？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多巧合？根据警方的调查，死者死的时候并无任何财物的损失。这么巧，就只是不见了拍下你从事不法勾当的手提电话。这么巧，你和死者一起在酒窖出现。这么巧，你们走的是同一条后巷。又这么巧，死者死的时候把你的袖口钮死死的攥着。这一切都是纯属巧合呢，还是你杀死了死者想狡辩？香港的司法制度，我相信你很清楚。我并不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没罪，反而你控方要拿出有力的证据，还有摒除一切合理的疑点去证明我有罪。所以，我不需要向你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巧合。相反，你认定死者是我杀的，那么就请你拿最基本的证物出来。你是在说杀人的凶器？虽然我们暂时没有找到重击死者头部的凶器，但我已经找到你杀人的动机。请问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？我每天都要见很多人，有很多应酬，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么清楚。那就让我问得清楚一点。照片里面的人叫何有福，他是一名毒贩，也是你当时负责的一起群殴案的其中一名被告何大强的父亲。案发当日，你是不是和这个人在酒窖里谈一些不法的交易，而被死者发现了？没有，我在酒窖里面没见过这个人。请你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，不要让我证明你今天在这儿撒谎。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看 PK 的反应呢，证明我的推测没错。案发当日，他是约了何大强的老爸去那个酒窖。蒋伯奇想收买何有福，他要何大强一个人承担起群殴案。那就是找到了何有福，那个 PK 想不认也不行啊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何有福了，但是还没有找到。没用的，何有福知道蒋伯奇现在被人抓了，怕惹祸上身，所以他一定会躲起来。就算真的找到何有福，他心里有鬼，也未必肯把蒋伯奇的坏事说出来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件证物，就是杀人凶器。那个姓何的女孩临死的时候跟人通过电话，说我在做非法的勾当。LA 就拿这件事跟何大强的 case 在庭上攻击我，这是预计到的策略。你们两个竟然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让 LA 那样攻击我，
师傅，其实你不用这么生气，艾瑞刚才又拿不出什么实质证据。现在我很清楚 AA， 他根本就是靠猜，他根本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找到何有夫，否则的话他不会打草惊蛇，只是拿张照片上庭。听着，不能够让他找到何有福，何有福不能够上庭，指证我说假话，不然的话，我在陪审团面前，诚信就会破产，陪审团不会再相信我说的话，以及一切都是巧合。说到这一点，何有福会不会出现，我们很难控制的。当初你要我请你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可以击败 AA， 否则的话，你很难再说服你自己继续请我吗？你记得就最好。下次见到你们俩的时候，我要听到好消息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让我用这样的垃圾简直就是侮辱我！你不要怪师傅，他语气是重了点，因为他有官司在身，行动又不方便，你就当体谅下他吧。我没事，奖状从来都是喜怒不形于色，看到他发这么大脾气，有点意外。你不明白，师傅很重视他的手杖，就当是他的权杖一样。他拿着手杖，就等于拥有无上的权力，连说句话都威风一点。他平时用的那根手杖的确挺精致的，我记得好像是鹰头的，对吧？这根手杖是我们几个徒弟特地给他从外国定做回来的，还做了3个杖头让他替换。有2个都是用鹰的造型，只不过是不同姿态。师傅说鹰是飞禽之王，所以他家里也有很多鹰的摆设。Chris， 想什么这么入神啊？我在想怎么对付 AA。我的车在这里，保持联络。那么，检控对我当事人还有其他被告的谋杀指控，当然不成立。难道凶器就是？我去收拾几套西装给老爷，麻烦王大壮在这儿等一会儿。谢谢。这根手杖是我们几个徒弟特地给他从外国定做回来的，还做了3个杖头让他替换，有2个都是用鹰的造型，只不过是不同姿态。这个就是第3个。你和 Paul 是不是都肯定凶案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？你知道了，这个 case 的唯一胜算就是找不到那件凶器。奖状被 AA 质问完之后，他问过我警方有没有再去凶案现场搜证。我听他的语气，好像那儿留下了很重要的线索。我知道警方又去搜过，但是没发现。可如果那件凶器真在凶案现场的话，那么……中心呢，临时有个 case 要我帮忙，我不能去你律所拿东西了。如果你觉得看着不顺眼，你帮我扔了，反正我也不想要回中环的东西。好吧，谢谢。没问题，我先拿成复印。王 Sir，你看这个报告。不好意思，王 Sir，打死何立珍的凶器就在凶案现场附近。不可能，
我们出动了那么多同事在那儿地毯式搜查，如果凶器真在那儿，我们不可能找不到的。你相信我吧，这次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就自己去找，找到呢通知我一声。我能去，我自己早去了。我就是怕像上次那个 case， 明明在油画上找到玻璃碎片，都被人说我栽赃。我不是只跟你这个 case， 我手上还有很多案子要跟进。这么冒人带队去找，找不到怎么办？我怎么跟上头交代？王 Sir， 我想你也相信何丽珍是被蒋伯奇杀的。这次能不能定他的罪，关键就在于凶器。我看你也想抓到真凶，快点破案吧。那希望这次你的情报准确。法官阁下，这个拐杖的杖头是由警方在凶案现场找到的，见证报告也写得很清楚，证物的形状与死者的伤口是吻合的，证明被告是用它来打死死者。请法官阁下批准将这件凶器呈堂。法官阁下，这件所谓的凶器是罗大壮他栽赃污蔑我当事人。王大壮，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罗大壮构成极其严重的指控，你到底有没有证据？证据就在这儿。罗大壮，根据警方的报告，你收到消息之后就立刻通知警方，然后才跟警方一起去凶案现场，找到这件所谓的凶器。很明显，你是在撒谎。法官阁下，你也看得很清楚，短片是分成2节的，根本就不能作为指证我的证据。法官阁下，因为我拍到一半的时候记忆卡满了，所以我要马上删除一些文件才可以再拍，短片就成了2节。但是整个过程我是亲眼目睹，罗大壮的确是栽赃嫁祸我当事人。王大壮，如果你不是有心设个局陷害我，你又怎么会跟踪我还拍短片呢？因为我看见你鬼鬼祟祟来我的律所，然后又不声不响的走了，我怀疑你偷了我们辩方的资料，于是我就跟踪你。我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卑鄙，为了赢官司用这么低劣的手段。是我听到你跟维塔通电话，说案发现场可能还有证据，我才去查的。法官阁下，我并未跟王大壮通过这样的电话。事实上，罗大壮出现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通过任何电话。如果大家不相信，可以找电讯公司查查。是你们2个串通陷害我。罗大壮，法官阁下，为了保障我当事人的利益，我强烈要求撤销罗大壮作为检控的资格。法官阁下，是他设局来陷害我，你不要信他。罗大壮，王大壮所提交的证据的确不完整，而且有很多疑点。但是罗大壮，你的确隐瞒了你曾经去过案发现场的事实，不能排除有栽赃的嫌疑。身为大律师，妨碍司法公正是非常严重的罪行。所以本席决定撤销罗大壮你在本案中的检控资格，交由警方深入调查。我已经成功替 AA 出局，也查到何有福已经离开了香港。换言之，检控那边已经没有威胁。这个 case 我们可以说是胜券在握。Well done， 做得非常的好，你的表现好过我所有的徒弟。我没想到赢了 AA 是这么畅快。他这人那么自负，这次输了给我这个女人，我想一定是他这辈子觉得最羞耻的一次。我真的很后悔昨天在庭上没找个相机拍下他，发现被我摆了一道的样子。所以人家说呢，宁得罪小人，莫得罪女人。不过蒋庄，我们不应该高兴得太早。我很清楚 AA 这个人，他不会轻易放弃。虽然这次我替他出局了，但是他一定会继续咬住我们不放。我看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入局了吧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蒋庄。比如说，那件致命的凶器呢？你是不是100%肯定罗丽亚一定找不到？蒋庄 ，AA 不是一个蠢人。如果我们要算的话，一定要算到底。我这次不能再让我自己输，尤其是不能输给他。Chris， 你也是个大壮，一定很明白为什么我们上庭要戴假发。我们戴着假发，就是说遮住头上的一片青天。
让我们的良心有个避难所。不问是非黑白，一定要为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。像这样的思维，只有你和我才有，那些警察怎么会想得到呢？不过，那个罗莉亚，我真的有点担心啊。蒋庄要你收拾这些日用品给他。请王大壮等我一下。这就是杀死真真的凶器。希望这次是真的，我不想像上次那样。王 Sir， 虽然是太空卡发来的短信，但短信写的很详细，应该是真的。Sir，什么事啊？这张是法庭签发的搜查令，我们要进屋搜查。你开门吧。哦。王 Sir， 就是这个假发。如果这个鹰头真是杀人凶器呢，那个 PK 呢死定了。是谁发短信给你的？我不知道。法官大人，这个鹰形拐杖头是属于被告的。请问陪审团对被告蒋伯奇谋杀死者何丽珍是否有一致的裁决？我们一致裁定，被告蒋伯奇谋杀罪名不成立。误杀罪名是否成立？我们以6比1裁定被告蒋伯奇误杀罪名成立。我要上诉，马上给我申请上诉。